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们这里下了一夜的好雨。现在白天气温稍微上升一点，到处很多的雾气，所以呢，我就上到我们这楼顶来，跟大家一起来见个面。等一下呢，我先拍一下我们360度的景观。好，我把摄像器材拿起来，手持给大家拍一拍看看。我们现在先看这边，那个地方有高楼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这里的高铁站。我把它拉近一点点，就在那个地方有高楼的那个地方。现在还下着雨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对吧？镜头移动慢一点点。这是我们村里。这栋楼就是去年我们村里的人盖的，这是他兄弟的房子，是3层。那就是以前的那个河，我们的小河，现在因为森林覆盖了，看不见了。你看看，这烟雾缭绕的，还有这一面，它的烟雾。这公路特别的繁忙。再看看这面，这山，它的烟雾缭绕。好，360度，刚才回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用一个广角镜头，看看，这就是我们家楼顶的另外一个露台，也要把它弄干净才好看。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里本地这个巴士啊，这个黄色的。纯电动的巴士，在农村你看现在也有这种纯电动的。昨天我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偶然刷到一个某妈在希腊的这个视频，我看她人气也挺高的，100块钱在国内她说100块人民币在国内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了。那么100块人民币相当于14欧元，在欧洲能够买多少东西呢？然后她发表了在希腊超市买东西的这个视频。比如说，一只鸡只有2.95欧元，1公斤苹果1.28欧元，还有1升牛奶1点多欧元，1斤那个意大利面条7毛4，还有那个法式面包700克只有1点多欧元等等。红酒1瓶4.95欧元，反正14欧元可以买很多东西。这是他想给大家表达的信息。听说100块钱在国内已经买不到什么东西了，今天带你们看看100块钱在欧洲还能买多少东西。根据现在的汇率，100块换成欧元的话是14欧，买一只鸡2块9毛5，回家炖汤喝。每天都要喝鲜牛奶，这个1升只要1块2毛4，来一瓶。希腊的红酒又好喝又便宜，这么一大瓶4块5，来一瓶。100%的现榨果汁，一大瓶1.5升，只要2块4。早餐我喜欢做三明治，拿一包大吐司700克，1斤4两，只要1块6。好久没吃意大利面了，来一包1斤7毛4。多乐的香蕉又糯又好吃，咱们来1公斤1块8。今天的蛇果很新鲜，只要1块2毛8，来1公斤。100块钱全部花完了，你们觉得这个物价怎么样？听说100块钱在国内已经买不到什么东西了，今天带你们看看100块钱在欧洲还能买多少东西。根据现在的汇率，100块换成欧元的话是14欧，买一只鸡2块9毛5，回家炖汤喝。每天都要喝鲜牛奶，这个1升只要1块2毛4，来一瓶。希腊的红酒又好喝又便宜，这么一大瓶4块5，来一瓶。100%的现榨果汁，一大瓶1.5升，只要2块4。早餐我喜欢做三明治。然后我看它下面有几千条评论，很多人呢就特别的羡慕，就是说你看人家欧洲物价那么低，收入那么高。其中有一个网友说，听说他们收入1个月6000，这个6000可能是指6000欧元的意思，不可能他指6000人民币，对吧？我发现即使中国人很聪明，但是呢，仍旧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，他们对外部世界几乎不了解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走南闯北，去过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，但是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，它是收入特别高，物价特别低的。我没有见到这样一个世外桃源，真的没有。比如说美国，它的收入算很高的，对吧？
可是它的物价不低呀。还有德国相对来说收入要比中国高出3-4倍，但是它的物价也不低呀。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这样的天堂。比如说工资很高，一个月5万块，但是支出很低，一个月可能只有1000块钱。我就想请这位楼主，这所谓的妈妈，在希腊，可能移民希腊的啊，她所在这个希腊真的是这样天堂的国家吗？如果关心世界时事的，关心就是国家之间对比的人知道，其实希腊在2009年的时候，差点这个国家都破产了。现在变成了欧洲或者世界上至少是2流到3流的国家，即使在欧盟之内，它就属于比较垫底的国家了。那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人来吹希腊呢？而且下面很多的人还附和他，特别的羡慕，说这样的天堂我真的想去。很多人呢对中国这种不满那种不满，还说中国食品不安全，人家欧洲都没有什么添加剂的。说到什么添加剂，说到食品安全，我也有我的说法。在欧洲长期生活过的人，比如说你去买一些苹果，你吃不掉，你放它10天半个月，那个苹果那个皮还像原来一模一样，连水分一点都没有掉。像这样的苹果没有加工过吗？它肯定是打蜡过的。还有欧洲的什么香蕉呀、芒果啊，反正热带的水果，它还没有熟的时候就砍下来了，就是特别轻的时候，它放到集装箱里。比如说香蕉从南美运到欧洲，在途中可能30天，在南美的时候很轻还没有熟，然后呢在集装箱里面通过化学的反应，通过这个农药，然后使它慢慢的成熟起来。到欧洲的冷库还没有完全成熟，要出冷库之前，可能那个香蕉才催熟它。是这样的，芒果一样。你看在欧洲买的芒果一般都是非常轻非常硬的，可是我在比如说巴西啊，我在古巴还有多米尼加买的芒果都是自然熟的，买回去就直接可以吃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没有添加剂吗？我发现吹海外物价低的人一般都有这样一个现象，他们只是吹那边的超市的物价有多低，但是物价并不是说你就吃饭就行了，对吧？欧洲的食品、欧洲农产品是补贴最严重的，就是说在欧洲你买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是欧盟补贴的。补贴从哪里来？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交的税呀。比如说德国啊，你的工资税前的和你工资税后拿到的大概相差40%左右，也就是说你在德国你100欧元税前的工资拿到手，平均大概就是60欧元左右，其他40欧元，也就是40%左右，都交了各种什么税呀、保险啊，这些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的呢？像有些人他移民到了国外，或者去国外生活了，一味的吹嘘国外的那个物价有多低，即使国外的物价真的非常低，即使是真的，那你这样吹嘘，对于普通的中国人，99.99%的中国人，他们也无能为力啊，对吧？他们能够都去国外生活吗？14亿人都去国外移民吗？那你在这里蛊惑人心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想中国乱起来吗？所以我就觉得啊，这些人就是心术不正。与其你鼓吹国外物价低，你还应该说说国外有哪些其他的支出。这些人一般来说，他对那个国家、对那个社会根本就不了解。比如说这个某妈，我就猜在国内可能他做了一笔生意，在国内赚了钱，然后呢带着国内赚的钱到希腊去享受他的生活，或者呢他在希腊找了一个老公，然后呢嫁到那边去了，因为他的那个网名是某妈。我观察到一个现象，也许我观察的比较片面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请大家原谅，我在这里没有半点性别歧视的意思。我发现这些吹嘘外国有多好的物价多低的人，大概率好像是女性啊，就中国的女性。也许呢她找了一个国外的老公，比如说欧洲的老公、美国的老公，刚开始过去根本对那边不太了解，或者她根本过去就是家庭主妇，对那个社会的真正状况根本就真的不了解不深入，平日的生活就是在家灶台，然后呢可能去超市买点食品。他对那个社会有很深的了解吗？根本不可能，对吧？你不出去工作，又不可能深入他们社会的各方面，对吧？
可能就是生活在他自己那个小圈子里面，或者生活在他自己的梦想当中。他以为西方就这样的。如果国外的物价真的那么低，那国外做老板他怎么能够赚钱呢？如果他卖的东西那么便宜，他怎么能够支付那么高的工资呢？这本身就不合乎逻辑，对不对？朋友们啊，开动一些脑筋想一想，有这样的可能吗？对吧？而且说到物价，并不光光是去超市去买东西啊，你光是吃就行了吗？没有其他开支了吗？对吧？所谓物价，一定是综合各方面的开支，这才叫物价。衣食住行，还有通信，还有保险等等。反正你做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开支，把它平均下来，这样才算物价。不能只说你的超市有多便宜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也可以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在我这里农村生活，这物价多便宜啊！我们这里很多水果烂在树上都没有人要，我就出去100米，我就可以摘到一些真的不要钱的水果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季节是枇杷，我们这里非常多，这路边全是枇杷，没有人要。你在城里肯定还要几块钱一斤呢，我在农村不花1分钱啊，对吧？我哥他们养了鸡，生的那个鸡蛋也是自己的，也不用钱啊。这鸡杀了吃鸡肉，1分钱都不要啊。还有我们这里的农民，每个人按照人头都有自己的地，种了很多的蔬菜，我到地里去摘那个蔬菜就行了，1分钱都不要。那是不是说我在中国生活1分钱都不要，1分钱开支都没有？你看我们的物价多低呀！这只是一方面啊。我今天又再说反驳一下这位所谓的某妈在希腊。那我说说德国的情况吧。德国的物价，如果是说食品，按照他的收入来说确实不高，但是也没有便宜到炸舌的程度。我觉得我们做自媒体的人不能说片面的东西，不能说一面之词。比如说德国超市真的有便宜的东西，牛奶就是1点多欧元1升，还有平时的一些消费品，在中国比如说我们10块钱买的东西，在德国绝对要10欧元，甚至有的时候15欧元，7、8倍到10倍左右的价格了。其实在欧洲最大的开支并不是食品，而是住。因为呢，在欧洲很多人没有自己的住房，那他的开支在哪里？那就是房租。比如说在德国，55%的人他没有自己的住房，也就是说55%的德国人他们是租房族，每个月最大的开支就是这个房租。只有45%的德国人有自己的住房，而且大部分呢是在德国农村地区的，城里的德国人绝大部分都是租房族，而房租肯定是在城市更贵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的房租有多贵。我给大家一边说的时候，我来录屏啊。我们现在看的是德国人气最高的一个网站，它是租房的、买房的一个综合性的网站。我选出来的是我所在那个城市叫科隆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房租怎么样。比如说这里啊，28平米就是一个卧室，加上可能一个小小的那个厨房，加上一个厕所。28平米，它那个房租1000欧元。这里呢不包括水电费，水电费大概可能还要70、80欧元左右，也就是说差不多1100欧元。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吧，德国有工作人平均工资拿到手的大概是2500欧元。你看这里就花了1100欧元左右，光是房租就差不多可能他的收入的40%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房子32平米，只有一个卧室，590。我说的都是不包括水电费啊，对，不包括暖气费。暖气费大概还要加50，最少像这样一个房间到100欧元左右，自己加上去，也就是水电加暖气大概要相当于150欧元，你再多加上去。你看这套房子，它是114平米，房租是多少？2060欧元，就差不多这个人收入的80%了。也就是说不吃不喝，你看2060欧元，
加上暖气费加上水电费，至少2300欧元，1个月的工资差不多都交房租了，这是物价的一部分啊。我们再看这套房子，25平米，770欧元，加上水电加上暖气费，大概是900欧元左右。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德国平均的税后工资2500欧元，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比例，你就计算一下，这应该是豪宅了。你看，285平米，有5间卧室，但是它房租是7000欧元。好，这里有个房间呢是20欧元，这是合租的房子啊，并不是有独立卫生间的，是跟人家合租的，共用厨房、共用卫生间，590欧元。加上水电费，加上这暖气费，也许大概700欧元左右，一个小小的20平米的房间。还有这里30.07平米，只有1间房，650欧元。这里670平米，8500欧元。还有这里40平米，900欧元。这里30平米，590欧元，等等等等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看。这是科隆豪宅，87平米，只有2个卧室，它的房租是1990欧元，再加上大概水电费、暖气费，可能要400欧元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它这一套房子大概要2400到2500欧元。如果是一个正常人，他的税后收入，那全部用来交房租了。只有87平米啊。还有这个人，156平米，有4间卧室，房租1个月3500欧元，再加上水电费、暖气费，大概可能要500欧元左右，也就要4000欧元。衣食住行，对吧？我们刚才说那个衣也说了，食也说了，然后呢住现在也说了，那我们就看出行了啊。出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德国科隆坐一次公交车或者坐一次地铁。公交、地铁它是可以联运的啊。比如说我从这里从 A 到 B， 只要是一个方向的公交车、地铁，我就用1张票就可以了，3.5欧元，挣欧元是2500，你花3.5欧元。那你在中国，比如说你在上海，一般可能你要挣1万块钱吧，对吧？但是你坐公交车是多少钱呢？我想在上海的公交车可能是2块钱，地铁可能也是2块钱起，对不对？但在德国，你挣的是2500，然后呢，你坐地铁是3块5，你要看这个比例啊，对吧？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，1个月你买车、养车的费用，还有修车的费用，大概我估计呢要400到500欧元左右。你除了这个之外，你每个月要理发，对吧？你有的时候要打的呀。理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？我给大家也看看德国理发的价格。大家看这个吧，短发34欧元，中等长度的45欧元，很长的头发56欧元。如果是个学徒帮你剪，那就便宜多了，18欧元短的，中等长度24欧元，长发29欧元。一般来说，在德国还有小费，理发也有小费。比如说吧，34欧元，比较抠的人，他最后可能就给35欧元。还有中等长度的45欧元，普通的德国人可能会给5欧元小费，就弄个整数50欧元。或者这里如果是学徒帮你剪的，给小费，一般的德国人18欧元，他就给2欧元小费，20欧元算了吧。说到物价，我对比一下中国的啊，我去我们村那里，我坐我的电瓶车，大概3公里到邻村去理发，10块钱，如果折合成欧元就是1.2、1.3欧元左右。你看在德国，理次发有多贵？我觉得这在中国啊，比如说在国内1线城市，理次发大概是30块人民币左右，对吧？你看在德国，理次发30到40欧元，在中国是30块人民币左右，而且是1线啊。那么如果是平均全国的价格，就全中国的，我认为大概是20块人民币左右。这价格区别有多大？大概是与德国相差10倍，也就是说，中国理发的价格相当于德国的1/10。
我们再看另外一间那个发廊，它的价格怎么样？最贵的是49欧元，下面这个呢不吹风的35欧元，然后呢是短发的剪的是28.5欧元，这个也是短发剪的，不包括吹风26.5欧元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家，42欧元起，就这个起呀，就往上可能50、60、70欧元都有可能。还有就是新娘妆，她去做一下头发多少钱呢？140欧元起。那我们看男士，剪发、洗剪还有做发型，28欧元，比如说打摩丝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单剪而且不包括洗的26欧元。如果是学生有优惠，20欧元起。帮你那个剪胡子多少钱呢？20欧元起。你看，这就是德国这个服务业的价格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德国服务业的价格，打的。我算了一下，从我所在那个城市科隆火车站到机场打的，它算出来是18.5公里。大家想想看，18.5公里在中国，如果你叫滴滴打车，多少钱呢？我上次打在桂林呢，估计是20多块到30块人民币左右，也就是欧元大概不到4欧元。在德国52欧元起，白天啊，晚上的价格肯定更高。52欧元，我的天哪，折合人民币就是400块人民币。在中国大概是30块，这就是区别。也就是说，在德国打的呀，相当于在中国打的的10倍以上。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去北京、上海了，我不知道那边滴滴打车现在是什么价格。在德国几乎呢没有网约车，都是他们垄断的，所以特别的贵。德国有些城市现在有优步，但是其实它的价格也超级贵，几乎跟德国打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。那上餐馆怎么样？在德国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德国上餐馆也不便宜。对于德国普通工薪阶层来说，每个月能够上2次餐馆左右，可能这个人呢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了。很多人平时呢根本就不敢上餐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太贵了，没有那么多钱呢。比如说一个家庭，一家4口吧，上次餐馆至少要100欧元这样子。这是只吃一个菜的啊。在德国一般是每个人点1份菜，然后点1个饮料，这样一家4口至少要100欧元，甚至更高。如果你要吃什么餐前菜呀，然后主食啊，再吃一个甜食啊，至少每个人没有30欧元下不来，甚至呢40欧元。那如果是30到40欧元，你一家4口，你自己用数学算算多少钱了？记得我以前有一期节目，讲的是一个德国女警官她的收入，她每个月有2500到2700欧元的收入，在德国已经超过中等人的收入了。她抱怨说啊，每个月上1到2次餐馆，那只是极其短暂的豪华，也就是极其短暂的享受。然后她说，每次拿到那个账单，她都感到心里滴血啊，因为太贵了。像她这种人，她的收入在德国属于中等偏上了，她就觉得上餐馆非常的吃力。那其他普通的大部分德国人，他们收入没有她那么高的，在德国上餐馆真的是一种奢望了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德国，像我平时极少打的，因为对我来说也太贵了。加上德国相对来说公共交通比较发达，所以我一般在德国出行，我都是坐公共交通。所以呢，在德国我不能实现打的的自由，我在德国呢也不能实现上餐馆吃饭的自由，也不能实现叫外卖的自由，这些我都不行啊。我在德国收入不算低啊。我相信看我频道的很多网友，特别在我们中国大陆生活的人，你们自己也知道，你们去一次餐馆，你们叫一次滴滴打车，是不是特别容易呢？对吧？如果你综合考虑，不能只看超市那个食品的物价，这样算起来，其实呢，中国人收入虽然没有西方没有德国高，但是实际的生活水平真的不低。我们回到这个某妈在希腊的女士，
他说这个希腊的物价有多低呀？他只是说希腊超市的食品的物价，而且他选了几样可能相对来说便宜的。据我所知，希腊它的人均 GDP 只有$20,000多，不到德国一半。所以我这样推论啊，希腊人他们拿到手的收入，也许最多只达到德国人的一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们拿到手可能就是1200欧元左右。有工作的人，这个食品的价格，每次去超市买东西，大概要花50欧元左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一个家庭有3到4个人的，那可能每个月的食品至少要500-600欧元左右吧，对吧？但是你的家庭收入有多少？1200欧元一个人，如果另外一个人他有半职的收入，那也只是1800欧元呀。你的食品就去了600，然后呢，房租呢？房租也许要700-800到1000吧，对吧？那你的收入几乎呢没有剩余了，还没有算其他开支呢，就是住和吃这2样，就花了你家庭的全部收入了。你还要买衣服呢，你还要去理发呀，还要出行呢，这钱从哪里来？所以这样一推算，其实啊，对普通工薪阶层不会打算的，在哪个国家都会紧巴巴。当然，在这个世界上呢，还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在美国。美国可以零元购啊！我最近老是在网上刷到呢零元购那些视频。说笑话，我有点羡慕那些零元购的人，羡慕他们的不要脸，羡慕他们的勇气。是我都不敢去啊，因为我要脸啊。另外呢，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，当老板的人也不容易，对吧？如果是每个人都去超市去抢去拿，那这个国家还要运行下去吗？国家的经济早就崩溃了，大家都露宿街头，都饿死了。当然啊，像这种人，像这种博主，就是吹嘘欧洲的物价有多低的人，他也不会看我的视频。而看我视频的网友们，他们呢肯定大部分人都非常有头脑，也知道比较，对吧？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堂。像这个某妈，她在希腊，我不吹牛啊，她能够发这样视频的人，她绝对没有像我这样去过那么多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。我能够比较，她能够吗？她只敢跟中国比，而且只拿像希腊超市某一些的物价跟中国的比，而我绝对敢拿中国全部的东西跟比如说德国全部的物价来比。真的要比就要比综合物价，而不能只比在欧洲得到了很多补贴这食品，这样太不公平了。朋友们，今天咱们就零零碎碎的讲了，就是关于所谓的物价的问题。我特别不理解，也特别不喜欢有些我们中国的博主，光是吹嘘国外的那物价有多低，其实他理解的物价只是食品的价格，而且国外的食品只是超市有些食品便宜，如果你上餐馆，那就另外一回事了。好吧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